荒野之国是一个小朋友的游乐园，大朋友的童年游乐园。然后我要去到所有的网红色彩，让它特别的纯粹。我叫乔小刀，之前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我做过大乔乔这个乐队。目前我在丽江专门做小房子。荒野之国这里面长满了荒草，现在有60亩，租了5年，租金是免费的。这么100多个房子，10平米以内，做一个就被拉走一个，像跟孩子分别一样。初中2年级的时候，家里条件也不好，那就去打工赚钱了。到了北京，体力劳动的工作都去做过。我就尝试了自己开始弄自己的诗集，把文字拿出来改一改，变成歌词。这一张专辑后来就这么拼出来了。我没有任何基础，真正的基本功其实就是你内心的本真。在北京15年了，后来就彻底的离开北京，到丽江之后修我的自己的内心。我的太太她是丽江人，是我第一个甲方，她也是经常唠叨，如果要是有个咖啡馆会多好，有个花园会多好。然后我只是记下来了，我今天做一个板凳，明天做个台灯，后天做一个沙发靠背。我就用那个院子的有一间房间，大概12平米吧，花了9天的时间做了一个完整的咖啡馆。特意挑了一个傍晚的时候带他来看，然后一开灯，哇，那种温暖一下子扑面而来。我又给他做了一个花房，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结婚，这个花房就是钻戒。啊，陆陆续续就这样订单就越来越多了。我的甲方就2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先付款，第二就是没有图，呈现出来最终结果是我都不知道。李亚鹏做了一个活动，要去40多个城市，将近200人，大家一起走，啊，这辆车就其中之一。然后我这车还无数次的改装，别人住帐篷，感觉我住在房车里，特别开心。李亚鹏是我特别好的一个甲方，给你特别大的宽容度，他理解你的创作。这个房子的名字叫武士，特别像个武士的头盔。它里面呢就是一个客厅，一个小的卧室，榻榻米式的，下面的储物柜都可以打开，能住2个人。那首诗我就觉得就是代表我那个时候在离开北京的心情。是个书店，被水泡了3年的一个烂房子，吊车师傅竟然给调过来了，大修。书店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他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的最好的老师。那书架我也没想到，那个3层的竟然几百本都不够，我就发几个微博，我说有诗歌一类的书可以那个邮寄过来，没想到特别多的年轻人就给我寄过来。随便打个按钮，它就可以放出这个你想要的音乐。他进来的时候看了看外边的芦苇和风，它也能够让他有所平静。基本上1天1个，我一直觉得这是速度非常正常。我没有学过木工，我很渴望去殿堂里去学习，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，那我就去读生活，好好看这些万事万物，变成自己的想法，让更多有想法的人将来可以来这里疗愈。荒野之国也可以说成为我们家的小宝贝做的，它可以踩着真正的土去劈个柴火，做个小板凳啊，钉个钉子啊，我只希望它可以随意自如。告诉我，那天上的星星
有一颗永远与你相陪。